诺兰的《星际穿越》中最震撼的部分之一，即黑洞卡冈图亚和它旁边的吸积盘，其诡异的形态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看了电影，我们也不禁好奇，黑洞看起来长什么样子呢？相信大家在各类科普中没少见黑洞的图，例如这样的、这样的，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些样子的。还有前段时间很火的呢，则是这样的。总之，大家百度一下这类图啊，数不胜数，但是很不幸，它们大都是伪科学。除了这张只有10个有效像素的图和这张，还有《星际穿越》中的黑洞比较真实，其他的几乎没有一点真实的地方，并且这3张图片描述的也都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很多的 UP 说卡冈图亚的图片和照出来的照片很像，那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但是实际上啊，《星际穿越》中的图也是为了艺术效果强烈加工过的，并且忽略了相当多的物理效应。那我们现在就来展示一下一个物理真实的我们肉眼看到的黑洞吸积盘会长什么样子。大家准备好了吗？3、2、1。哎，你说你没看清？那我们再来一遍。3、2、1。什么？你还没看清？那就对了，因为现在你应该是这个样子。实际上，在黑洞吸积盘中发生的是宇宙中最激烈的效应之一，在过程中，物质1/1000甚至更多的质量都会被转化为能量，并以伽马射线的形式放出。相比之下，氢弹的效率都只有其1/1000不到。所以很自然的，如果你真的靠近去看，你的眼睛就会瞬间的亮瞎。大家肯定对这个结果并不是很满意，于是我去安抚了一下黑洞旁边躁动的物体，让他们稍微冷静一下。于是我们看到了如下照片。这张图渲染的是处于6倍施瓦西半径处一个静止的小人看见的施瓦西黑洞。在星体的左侧，由于这些发光物质在朝向你运动，所以由于多普勒效应，光频率变高，颜色会偏蓝偏亮，而同理右侧则偏红偏暗。吸积盘有3圈，最外面一圈近处看没什么稀奇，而远处则感觉翘起来了一样这是因为黑洞扭曲了一些光线。对于更靠近黑洞的光线，扭曲效应就更厉害，甚至可以让光线绕黑洞半周以上，甚至1周，这就是靠内2个圈的由来。但是显然，由于这样被使劲扭曲的光比较少，这些圈圈也会暗淡很多。其实要说起来，甚至有第3个、第4个甚至更多的圈圈，但它们实在都太暗淡了，而且都挤在一起，所以我们看不出来了而已。但是一般的观察者都是坐着飞船绕着黑洞转的，那能不能更给力一点呀，老师？这就是一个做圆周运动的小人会看到的景象。大家可以看到，这图和星际穿越中的还是有不少的差别。这里的小人会看到更扭曲一些的景象，是因为小人的运动会导致光线朝小人运动方向，也就是右方去偏移和压缩，所以左侧就相对更加舒展，而右侧就挤在一起。与此同时，小人运动也抵消掉部分前面提到过的红蓝移效应，所以左侧没有那么蓝，没有那么亮，而右侧没有那么暗，没有那么红。那老师能不能更给力一点呢？预知这张图背后的故事，请点进第2个视频哦。